好，我是阿伟，我是燕子。不知不觉我们做旅行自媒体已经有2年多了啊。对。在这里呢，首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你还记得你在什么时候关注我们的吗？在这2年多呢，我们经历了很多啊。你还记得我们在川藏318玉雪崩啊，被困那个垭口，我和燕子呢在路边上雪地里搭的帐篷吃火锅，然后在穿越后藏无人区的时候呢，然后记得有一次到了一个乡镇上，商店里买到了菜，炒了一顿胡萝卜，那一次清炒胡萝卜，那次我们吃的呀，真叫香啊！我一下干了好几碗饭，趴在那边，尾巴摇着。煮好了可以吃啊。好幸福啊！哎呀，吃点炒菜。好不容易吃了一顿好的，来，拿个可乐让我喝一下，打嗝了。对，那次是我们差不多半个月吧，然后就吃榨菜和蛋炒饭，然后就没有吃过炒菜，然后那顿吃的炒菜是特别香，吃的干干净净的。我们旅途中呢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经历啊，都回想起来呢，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有味道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。然后印象最深刻呢，就是前年我和燕子呢，为了张扬个性啊，就是傻乎乎的背着囊奔水，徒步进入新疆的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就是计划挑战在沙漠里生活7天。结果呢，第4天呢，就是沙尘暴来了，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挑战了3天，对吧？然后第4天我们就出来，那一次差点出不来，天也看不见了。我们做的记号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啊，应该是那个方向。大黑黑，我回来了！这也是难忘的那种经历啊，是吧？对。当时有很多人好奇啊，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受那个苦呢？我觉得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我们不只是活着，对吧？其实这些都不算啥。记得7年前，我和燕子呢，开着我爸的1.2排量的一个赛欧，进入西藏的那时候那个羌塘无人区啊。然后我们2个人那次是冬天，对吧？我们就是过冰湖，车子都掉到了湖里面了，冰碎了嘛。那次晚上呢，我和燕子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当地那个牧民帮助了我们啊，我们2个人说不定呢就冻死在那边了。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拍视频啊，就是拍一些照片，在那个朋友圈里面炫耀啊，就是分享朋友圈。那时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，一转眼我从年轻小伙，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叔了。然后每次看看以前的自己，都会就是情不自禁的，就是笑。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就已经成长了嘛，是吧？一路上很多见证我们成长的朋友呢，都会说。好喜欢阿伟燕子自驾西藏无人区的那时候的那个视频啊！其实怎么说呢，就是往事只会越来越美好。当然当下呢，所有的一切在将来也会越来越美好，一直让人就是怀念，是吧？对。这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啊。所以说过去都是美好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说一下我们这期视频的重点啊，就是本来计划呢，我和燕子呢这个月的中旬呢我们就出发了。然后现在的计划呢有变化了啊！自从前几天呢，我把我家大黑黑卖掉了之后呢，我表面上看的就是乐呵呵的，其实心里真的特别难受啊！在卖之前呢，还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种不舍啊，只是一种不舍的心情。后来很多网友就是说啊，就是很理解你当时那种心情啊，但就是疑惑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？是吧？其实一直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就是知道，我和燕子现在的流量呢，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啊！就是现在的流量费呢，就根本就没法支撑我们的旅行开销啊。我们不止旅行经费高，我们现在就是开销也特别大。看我和燕子今年就是半年，我们去了医院已经去了好几次了，去一次就是2个人，就是检查费啊什么的要啊，就说几大千。然后这次回来，上次我回家那些车费来回车费啊，真的开销太大了啊！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不小的开销。然后平时看我们很节约，其实我这个人开销还是怎么说呢？生活当中开销有时候
有时候也挺大手大脚的，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？哪怕没钱，要买就买好的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。但是我有时候会，比如昨天晚上的什么东西没吃完，然后第二天把它倒了，哇，那个东西能让我心疼一整天，是这样的。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和我这种和我一样的人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爸爸去年动了手术之后呢，到现在一直在吃药啊，一天都没有停。然后前几天我还帮他去配了药的。没得起来了啊！就是这是1个月的量，你看就这么多，这只是中药啊。对对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车卖了啊。其实关键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出去就开房车哈，这车放在家里根本就没人开，你放在那边没人开，然后有折旧，然后还要每年交保险。每年交保险，对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只是为了再不舍不得就把它给卖了吧。对，我也想，为了个情怀放在那边，就是我。的确是有点浪费啊，为了情怀放在那边。现在就是也是就怎么说呢，困难时期啊，就卖了吧啊。所以说呢，我接下来呢，计划呢，下半年就去那个大西北。然后去看能不能拍到一些就是不一样的风景吧，啊，分享给大家，看能不能流量就是高一点啊，一定会雄起的，对吧？好了，长话短说啊，现在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计划啊，就是我们要带货了，我们准备在出去之前呢，就带个几天货，然后出去。然后赚点旅行经费、路费，赚一点就是旅行经费吧，是这样的啊。之前呢，有很多网友说你们为什么不带货呀？我看到很多就是旅行博主，他们都是边旅行边带货啊。我们呢主要是2个原因，一个呢就是太懒了，然后第二呢就是顾虑太多，然后死要面子吧。然后我说这2个原因呢，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不太理解啊，跟朋友们说一下啊。第一就是懒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一路上有很多的，就是商家找我们，对吧？对，挂他们的链接。反正他这个产品挂到你那边，你卖了过后呢，他就给我多少利润。但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能赚点钱，也很轻松，也不用去找货源。但是呢，这个产品我不了解这个产品，不知道好价格，一个质量，一个价格，这2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所以我们就不赚这个钱，我们就不挂别人的东西。然后懒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自己去找，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了，自己去找太麻烦了，因为找这个东西，然后找到源头，说这个事情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然后呢，第2个呢叫顾虑太多，死要面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很多老粉应该就知道，我们去年上半年，对吧？我们有一段时间呢，在某个平台，我们每天晚上呢都在直播。然后就一直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呢，进入我们直播间呢，就会刷礼物支持我们。哇，阿伟燕子，你们终于直播了，刷礼物支持我们。然后，但是呢，有一部分粉丝群体他就接受不了。对他接受不了，因为后来我们就停了几天，后来就索性不播了。对。然后我们的大神形象就来了啊！很多网友说，哎呀，喜欢你们就是真实啊，你们不直播不带货啊，像你们喜欢你们这样的，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啊，反正就永远支持你们，怎么的啊，然后搞得我们就是每天哪怕吃榨菜都开心的很，谁不愿意被夸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呢跟朋友们说的都是大实话啊，但是以后呢我心里清楚，自媒体的流量费只会越来越低，那以后你靠什么生活？那只有带货维持旅行，维持生活，只能这样。就是说的总的一句话，都是为了生活。生活嘛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不卖关子了啊！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都要好奇，你们这次要带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的家乡呢是江苏南通。说到江苏南通呢，很多朋友会觉得陌生，对吧？因为江苏苏州啊、无锡啊、常州、扬州大家知道，南通就大家不知道。但是我说到一个，你们应该知道了，家纺，就是我们江苏南通的中国蝶石桥国际家纺城，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家纺市场，名扬全世界的啊，很有名气的。所以呢，这次带上我们家乡的特产吧。我之前呢就是做那个床上用品的，收那个家纺库存尾货的，是吧？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也就相当于做老本行嘛，做个几天老本行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就会抓紧时间吧，把我们南通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产品，然后呢把它运回来，然后直播个几天，把它全部
啊，回馈粉丝朋友们啊，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然后我和燕子呢今天下午呢联系了几个厂，要去他们厂里去